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的战狼外交要改了吗？这个题目是因为中国加了一个新的外交部发言人这个新的发言人叫汪文斌，17号就今天那么与媒体见面，正式加入这个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团队那么接替谁呢？接替耿爽。耿爽是去联合国做副代表副代表。那么他是成为外交部第32任新闻发言人那么官方媒体是这样介绍汪文斌汪文斌曾经任驻北非国家突尼斯的大使，从事外交工作已经27年，长期从事外交政策规划工作，具有多个领域的外交工作经验，干练履历丰富的资深外交官我查了一下他的资料是这样汪文斌49岁，安徽人，中学就读于南京金陵中学，1989年考入外交学院学法语，大学毕业就进入外交部从他的履历来看，他只做了一份工作，就是外交外交部，在外交部一直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干到了现在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新闻司的副司长那也算是出人头地那么从汪文斌的出场的表现来看，显然汪文斌的个人风格和这个华春莹和赵立坚明显不同明显不同。那么从过去几个发言人来看那么耿爽其实相对温和耿爽相对温和，耿爽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话，但是他说的也没那么激烈那么然后就是华春莹，华春莹比耿爽更激烈华春莹先是比耿爽更激烈，然后就来今年的3月份谁赵立坚赵立坚比华春莹还激烈，就是华春莹呢会轻佻会占嘴上的便宜，华春莹很喜欢赚嘴巴上的便宜，赵立坚就非常坚定的是要做战狼的就是赵立坚从里到外你看出来的那个表情就是一个字，贱就是这个字所以一个比一个狠，就是一个比一个狠。然后就是你可以看，然后就是耿爽走了，来了一个谁呢？来了一个汪文斌，汪文斌明显比耿爽要温和，他的样子比耿爽要温和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来分析分析。先说战狼外交战狼外交来自于哪里？当然来自于习近平习近平有说法，说是去年习近平曾经给外交部写条子意思什么意思呢？说面对国际挑战比如说中美关系，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要表现出这种斗争精神。那么这个习近平就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斗争精神那么红卫兵出身嘛，那么他在大会小会上都提毛泽东的这种斗争思维，要针对县处级以上干部要做这个展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然后就是在大会小会上讲斗争，一定要斗争就是讲斗争那么去年的9月份这很经典那个讲话，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学仪式上的讲话，那么讲了呢2000字的通稿，58次提到斗争58次提到，所以这种斗争思维就反映到哪里来？反映到了外交部上。外交部最能突出，其实不仅仅是
新闻发言人是这种战狼式外交。其实中国现在的所有的驻外大使都是战狼外交。你看那个，特别是你看那个中国驻英大使，那跟赵立坚有一拼啊，赵立坚的资深版啊，那么基本上都是这种思维，就是斗争思维啊，斗争思维。那么好斗，表现出那种好斗啊，3个特点：第一个好斗啊，第二个蛮横，就是完全不讲理啊，蛮横；第3个没有底线，完全没有底线啊，就是这3个特点啊。然后呢，谁把战狼外交这个词变成一个正式的术语呢？环球时报啊，环球时报就是这个胡锡进、胡雕盘的这个报纸啊，胡锡进、胡雕盘是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啊。那么4月16号，他是有篇新闻叫《中国新型战狼外交，西方感到受挑战》啊，这个标题又是取得很烂啊。那么他说西方对中国的崛起这个心里不爽，然后就对中国指指点点啊，然后接着呢是谁呢？接着就是赵立坚啊，赵立坚去年8月份从巴基斯坦调回北京，然后他就开始在推特上，就他其实粉墨登场之后，他就在推特上连发5条推特啊，推文啊，发推特说什么呢？就是讲这个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啊，引起轩然大波。就赵立坚第一出场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把这个锅甩到了美军身上。那当然美国人肯定不干了啊，所以赵立坚的出场是以这种方式出场啊。那么形势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呢？当然是美国开始出手啊！美国其实美国在5月28号，川普总统在这个白宫玫瑰园的发言拖了多长时间？拖了1个月的时间，美国开始出手，就是在中国完成了在香港的港版国安法从立法到建机构到实施到落实之后，美国开始动手了啊，动手一系列的，从制裁到各种军事压力开始全上啊，开始全上。刚开始的时候，中国还做一个回应，就比如说制裁啊，这个签证制裁，中国说你制裁我，我也制裁你，第2天来一个制裁美国官员，然后后面就没反应了，为什么？没牌了，没有其他的牌了。所以我经常讲，中美之间实力悬殊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美国对中国一手一把的王炸，中国手里没有牌啊，没有牌。那没有牌呢，就开始，特别是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哈？其实影响最大的还是最新的这个传言，说要制裁中共啊，中共党员啊，中共党员的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啊，实在太狠了。那么这一招影响很深，这是一招，还有一招，我觉得还有一招是什么招？就是双航母，就是里根号和尼米兹号又跑到南海，第2次跑到南海去双航母演习啊。那这次的双航母演习跟上一次的双航母演习有本质的区别。上一次的双航母演习，当时是因为中国在西沙啊搞军演，美国说，哎，你军演影响这个周边的国家都反对啊，都反应很强烈。那行，那我训中要求，我就去那也去军个演吧。就是当时也是尼米兹号跟里根号在南海军演，那么其实就是针锋相对。但这次不同，这次的军演是之前有个铺垫，什么铺垫？这次军演是
这个美国国务院出来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就是说中国在南海的所有的领土领海主张都是非法的。这个一个宣示，因为这个改变了美国在南海的政策。美国的在南海的政策只是一条，不选边。之前美国的在南海的政策就是南海必须保持自由通航，我就保持自由通航，你不能妨碍我自由通航。然后呢，你们这些领土纠纷，我不选边站。美国是过去10年吧，美国的政策都是这个政策，就是中国在南海又是修机场，又是修这个地推空导弹阵地，都是在这个政策下进行的，发生的。美国就是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这事全办完了。那么，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国务卿蓬佩奥出来宣布说，中国在南海的所有的领土领海的主张都是非法的。这等于是什么？等于是第一，美国改变了他在南海的政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铺垫，就是说他把这个行为定义非法之后，那么他就可以去南海执法了。他不仅仅是告诉你你是非法的，然后跟着就派2个航母在那里演习。这是什么意思？美国来真的了。我认为美国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面的强硬的态度应该是超出了中方的预期啊，超出中方的预期。中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中方应该还没有反应过来。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想到美国方面会这么强硬，会这么一系列的，这么上来就是直接打棍子啊。那么，所以他刚开始的时候，你制裁我签证，我也制裁你签证，但到后面一看，这个形势就不大对了啊，这形势不大对，这形势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当开始说要禁止中共党员去美国的时候，中国就开始有点明白了，就是美国之前有一个基本的底线是什么底线？就是我只针对领域国家进行。他现在呢直接找中共了，这个方向不一样了，这个打法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打法不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背后的目标就不同了。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跟中国打交道，我怎么压制你，我怎么遏制你，我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不企图，我没有一个推翻你现有政权的企图啊。就是你可以看西方国家和中共打交道这么多年啊，这是一个不言说的前提啊，不言说的前提。但是你看美国拿中共党员开刀意味着什么？他开始找中共了啊，他开始找中共的目标来打了。他如果开始找中共来目标来打，他可能背后的意图就可能发生变化了。为什么？因为你想一下，一个全面对抗的话，中共它现在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他利用中国14亿人口和第2大经济体的资源和美国对抗，他又不惜成本，又无所谓。那你想一下，美国费多大劲？美国费很大的劲，美国真的要打他，也是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代价最小的办法就是我不要跟中国打。我跟中国打干什么？我跟中共打不就行了吗？中国14亿人口，中共也不就是9200万，上面金字塔顶端也就是100万，我跟中共打。如果他把这个策略变成这个方向的话，那他会不会把这个对华政策
变成一个想办法推翻掉他的政权就好了，会不会变成这样呢？这样代价小很多啊。那么有可能，那我觉得如果中国发现美国的意图发生变化的时候，那那个形势就完全不同，这个形势就完全不同，完全变了。那在这个形势之下，中国该怎么办？中国看后面就有很多的文章可说。我们且不说它背后会怎么变，我们先看它外交上怎么变。外交上先变是什么？首先变的是什么？首先变的就是王毅。王毅在7月9号有一个中美智库论坛啊，这个做一个发言，书面发言，发言也不长，其实也不长，就是大概是800字左右。但中间他有一句话啊，就是中国无意挑战或者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中国对美政策保持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愿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这句话就是现在中国外交部对美关系、对美策略的基调。那么在这个基调之下，这个基调就开始变了啊！你变了，你看战狼是什么态度？战狼之前哪会说这种话？什么善意不善意，什么诚意不诚意的？那就得平等对话，那我们得平起平坐。战狼外交是这个态势的，那这个话一下子就我们在说好话，这就是好话或者是软话，就中国外交部开始说软话了。然后呢，从外交部发言人王毅发言之后，然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的这个调子就变得复杂起来。它不是一下子180度转弯，不是的，没有这么简单。说王毅把话一掰过来，然后整个外交部掰过来，不会的啊。外交部现在的发言语系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复杂啊，非常的复杂。首先呢，外交部大家知道，中国外交部其实讲外交部，其实是对国内喊话，它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是给国内老百姓洗脑，所以他的第一个政治任务是什么？是对内宣传。所以大家别以为外交部讲话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他也讲给外国人听，但是他第一个任务是讲给中国人听，所以他这个语系就变得非常的复杂。首先，他要继续完成对国内喊话的这个任务。这个不能变，这是第一政治啊。然后呢，在这个喊话当中呢，又掺一些新料啊，掺什么新料？就是刚才王毅讲的那段话，他也得把这个装进去，就是装到这些喊话里面去，就是看得过去呢很强硬啊，对美国仍然是非常强硬，但是他的但是它里面又装了一些希望，他希望美国人能够收到的信息啊，这个大概就是告诉美国人，哎呀，这个我们没有恶意，我们不想打仗就别打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战狼外交开始拐弯啊，这个拐弯。那么与此同时，来一个新的发言人啊，那么新的发言人风格相对温和，那么相对温和的一个人放上去，掺沙子，因为你想他就是这样讲话的人，他也不会强硬的啊，就是强硬就有点像耿爽啊，就是很强硬的话，他不一定用很强硬的方式讲出来啊，那么。这可能是一个拐弯的方式，但是他要拐呢，得拐大弯啊，得拐大弯。所以新的发言人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外交方式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在一系列中美关系这种一系列激烈冲突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
美国还是那句话，美国就是简单粗暴，叫极限施压。你从白宫现在传出来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极限施压啊，用极限的方式来施压。那么这里面有两段话，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啊，就是华春莹昨天、今天讲了2段关于中美关系的这个发言啊，就是这个发言呢，我觉得我刚才在刚才讲的那一系列的背景之下啊，当然王毅的讲话在前面啊，他后面他其实是做一些延伸和发展啊，还是继续讲给谁听呢？其实是讲给川普听的啊。我大概的跟大家读一下读一下。16号呢，16号是华春莹第一次就是开始讲这种软话讲这种软话。他说了一系列他当然话还是得我读给大家听读讲2段吧，读2段。那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基于缺乏事实依据的战略误判，充满了情绪化的宣泄和麦卡锡的偏执，似乎每一项中国的投资都包含政治目的，每一位留学人员都带有间谍背景，每一项合作倡议都别有所图。如果美方是如此缺乏自信、开放和包容，人为的去制造各种中国威胁，那么它最终很可能会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国从来没有招惹美国，从来无意挑战或者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中国对美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希望能够本着和平、互相尊重的原则，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你看他这个话很艺术，非常艺术就是写文章。我经常讲这个中国就是开会跟写文章中共的两个管理模式就是开会和写文章然后他接着说，美国从跟中国建交的第一天起就知道，跟他打交道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中美合作办成了很多大事，不仅促进了两国各自发展，也为世界的和平和共同解决一些迫切的全球性问题做出了贡献。中国觉得没有理由要终止这一进程，依然期待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够回归理性，更加理性和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苦口婆心嘛，非常苦口婆心，像战狼外交吗？很像战狼外交，但是又不像。为什么？里面掺了沙子掺了沙子。这是昨天的。今天他怎么说他今天这么说，他又开始说他说很多人关注当前的中美关系，担心中美关系恶化。有中国学者表示，美方正在为中美关系恶化踩油门，而中方在努力踩刹车然后的确，美国有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变本加厉地抹黑攻击中国，不择手段地围追堵截中国，把正常的人们交流政治化，把经贸科技合作武器化，把攻击中国作为解决自己国内政治问题的万能药，很厉害。其实华春莹这些讲话都是精心设计的它里面都是有逻辑的有逻辑的。好，我念这一段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者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你看又在讲了我们最关心的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这讲给老百姓听的，中国人听的。最重视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为什么这两个话放在一起呢？这两个话必须放在一起。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告诉大家，我其实还是不会改的。其实这个言下之意就是我不跟美国对抗，但是红旗插遍全球的目标我不变。
其实言下之意，但是这个话谁听得懂？中国人才听得懂，美国人就是放在他面前，美国人听不懂，不明白什么意思，只有中国人听得懂。最期待的是世界的和平稳定，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那些声称中国想超越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声称中国试图推翻现有规则体系的人，显然是以己夺人，是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严重误判和误读啊！这个文章写的很技巧，非常技巧，这是高手啊，高手。中国对美国政策没有变化，我们愿意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稳定不仅符合中国人这后面就没什么了啊。那么他最后说啊，最后他讲，王毅国务委员前不久在中美智库论坛致辞中说，就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当前困境，重回正轨，提出3点建议，包括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单，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我们希望美方能够回归理性，能够构建更为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制定更为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像个负责任的大国一样行事，对得起本国人民，也经得起历史的评判。这是讲给美国人听的啊，这讲给顺便也讲给中国人听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那么这两番话呢，其实呢反映了什么？中国有没有改变对美政策或者是对外政策？哪是这样？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到4月份，特别是4月份啊，4月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大概觉得中国对外的策略应该会做一定程度的调整。原因很简单，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内部经济实在是太糟糕了啊，太糟，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很多问题就变得，特别是像什么一带一路啊这些，美国那边又反应那么强烈啊，那么中国可能会收缩一些扩张的这种态势。但是事实证明什么？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是错的啊。然后紧接着就出来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是一个非常大的扩张，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啊。这个行动意味着什么？港版国安法实际上呢，最终把中美关系的这个，就我们叫是压倒中美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港版国安法就是这根稻草。如果没有港版国安法，中国稍微的往回收一下，那么美国国内的情势可能跟现在的情势完全不同。港版国安法一出来，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就是他真正的看清楚了中国的意图。所以港版国安法是我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意外，因为没有想到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还会在香港搞一个这样的动作啊，搞这样。那么这个动作下来之后，实际上中国整个中美关系，我认为就已经就是很难挽回了，已经回不去了啊。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不管川普总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其实这个已经回不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势已经形成了，就是说中国和整个西方国家对抗的这个大势头已经形成了。且不说川普总统肯定是要做出回应，就算川普总统不做出回应，这件事情也改变不了啊，非常的，这是一个港版国安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个节点之后，那么中国的整个的对外的态势就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在现在的形势下，你可以看到外交部，你看外交部这么长时间，
它反射弧有点长，大家感觉吗？你看这个时候它开始有点感觉有点掉头的感觉啊，就是它开始改变策略。它改变策略，最终是不是意味着它背后的战略意图也发生改变？我不认为。就是你从港版国安法这件事情，你就非常的清楚可以看到，在这种级别的国内形势之下，他还要推港版国安法，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他的战略意图、战略步骤、战略扩张的这个态势是不会改变的，他只会改变什么？策略啊，有些策略上的调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而且这个形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所谓的改变呢，已经没有用啊。西方国家是不会相信，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已经不会相信你说的刚才说的这番话了，因为没有人相信这些鬼话了啊。好吧，我们大概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我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啊，最近还是洗粉的情况很严重，然后那个流量YouTube 平台还是对我们的视频进行我们叫流量数据冻结。流量数据冻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视频不断的在播放，但是呢，统计数据里面不统计播放的次数啊，不统计这个播放的次数。我们有监控啊，监控的软件平台可以显示看这个图。今天我们的那个，我今天把这个情况已经发到社区里面去啊。什么意思呢？那个中间的那张，每一个视频有3张图啊，中间那张图是什么？中间那张图就是流量图啊，流量统计图，就是在我们的视频上面反映出来的这个播放次数的，按照时间来，它中间有一段是0啊，这就是流量冻结。但其实这个流量并不是0。流量是有的，为什么？因为下面还有个点赞图，点赞一直在增加。那你想一下，如果没有流量，它怎么会有人在那里点赞呢？就是告诉大家，这部分流量被冻结了啊，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意思。YouTube 平台还在做这个事情，就跟大家报告。那么有网友问我，为什么不马上采取法律行动啊？为什么要跟网友说啊？第一个，我一定要说出来啊！为什么我不能让这些恶悄悄的去办？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里有个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律行动没有那么容易的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安排，但是不是那么容易啊？说找个律师把事给办了，没那么简单，好吗？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交代啊。好，我们进入的这个，另外还有一点。我在这个鸣谢之前，我特别鸣谢一下这个在 PayPal 上给我打赏的网友，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说了啊。其实很多网友非常的热心啊，也非常的支持我的工作。虽然他没有办法跑到这个平台上打赏，他就在 PayPal 上面给我打赏啊。那么我因为我不方便，有些网友不方便。所以我就不能读出他们的名字。其实我很想一个个把它读出来，但是还是不方便，我就不读。但是我这一并谢过，好吗？谢谢大家支持我。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就这个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谢谢啊，鸣谢一下 Daniel 梁，谢谢 Eagle X， 谢谢 Mike 朱，谢谢。Mel Rose， 谢谢 Mel Rose Y， 谢谢打卡澳洲，终于赶上王老师的节目，支持，谢谢。银征，谢谢 Alex 朱，谢谢，请王老师喝一杯咖啡。打卡加拿大奥克维尔，谢谢。上，谢谢。制裁中共这个整体对中共的发展壮大有深远的影响。是的啊，绯闻有话
文飞有话说，谢谢，赞一个啊。Melrose Y， 谢谢。CCP 培养的外交官都是人格分裂的吧？外交学院啊，中国有几个学校都是培养这个外交官的啊，一个是外交学院，一个是国际关系学院啊，都是培养外交官的啊。但当然，培养外交官的同时，他们的培养两样东西是分不开的，一个是外交官，一个是间谍啊，这个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对外关系学院啊，那个国际关系学院啊，通常国际关系学院、什么对外关系学院、什么这些国际政治学院，通常这东西就跟间谍有关系了啊。观点：中国外交部啊，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观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代表了中共的那副流氓嘴脸，展示出来的就是那么没教养、没素养的恶态。这是赵立坚和这个华春莹的嘴脸就是这样子啊。观点：民国时期，老毛用民主口号欺骗美国人；文革后，邓小平以韬光养晦蒙蔽美国人。如今的美国人再被欺骗，被软化欺骗了。CCP 是美国的天敌，所有的甜言蜜语和摇尾乞怜都包藏恶毒的祸心。非常对。观点：制裁中共这个整体，这个有了哦，太狠了，不只是近期影响，对以后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以后国内的年轻人入党的积极性要大打折扣了。OK， 好大啊。观点：希望澳洲能尽快跟上美国老大哥的步伐，把禁止共产党员与其亲属入境澳洲，同时把现在在澳洲的中共党员及其亲属驱逐出去。同时希望澳洲政府把那些中国资本管控的 App 全部封了，特别是微信跟抖音。台湾话说得好，这些中共粉红在澳洲的作为就是生鸡蛋没有，垃圾屎一堆。我们来试想一下，如果五眼联盟全部拒签中共党员会如何？那影响真的很大。五眼联盟一起干，为什么？因为五眼联盟就是移民国家啊。观点：就像流氓碰到不被吓倒的人，就转口说不打不相识。中共行为与语言有展现任何大国的风范。情况盘点近几年闻过是非的正能量语言：城管打人叫发生抓扯拉扯，警察打人叫发生肢体冲突，官员嫖娼叫一行适赔，动车撞了叫轻度追尾，官员通奸叫深夜独处，农民失业叫回乡创业，洪水泛滥叫扩大了水域面积，大洪峰叫胖峰。观点：如果不了解中共，中国政府说辞还是挺能忽悠人的。关键是你信不信，这是第一啊。我们在判断对方的语言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看他说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是你选择相不相信他，这是第一位的。那你没有看他讲话，你怎么选择相不相信他？你就要看他之前的为人。之前的为人他就是个骗子，你为什么相信他？那说啊，这个骗子这一次讲的是真话，骗子讲真话也不能信，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他后面的意图是什么？就算他讲真话也不能信。所以首先你要确定他是不是个骗子，如果他是个骗子，讲真话都不能信。 OK， 提问请教一下，通过神隐能获得什么好处，或者说能避免什么难处？我很好奇，毛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毛神隐，毛不需要神隐啊？为什么？毛就是这样的，毛不需要出来的，毛平时都不出来的。前台以前毛在66年以前毛退居二线，基本上
就天天在家，天天在家待着，他不出来，出来的是谁？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总理是周恩来，总书记是邓小平。其实基本上是这三个人在前台，平时忙活就这三个人在忙活。毛是天天在家里待着的啊，一直神隐着，偶尔出来一下。他大部分时间见个外宾啊什么的，找个人谈个话什么的，他不办公的啊。文革之后就更是这样了。所以毛不存在神隐的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习为什么会神隐？老实讲，我也不知道。就这里面最近隐了这么久都不出来，有点奇怪，真的有点奇怪，这个不大正常，肯定是不大正常，因为将近1个月了啊，将近1个月，我印象中是6月18号的中欧这个视频峰会啊，那是他出来的，之后就没出来过，没有见过样子了啊。打卡伦敦提问王老师，我身边的美国朋友有观点认为，这次疫情美国损失惨重，主要原因是川普执政不力，认为他目前一直找中共麻烦是在耍小聪明，找替罪羊。这一观点是否可以代表大多数美国民众的观点？这次疫情的情况啊，这个疫情结果，川普要不要承担责任？当然，他是总统，疫情在美国的情况，他有非常大的责任，因为他统筹这件事情，这个没有疑问。所以第一个，疫情出了状况，川普的责任跑不掉，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公平的讲，也不能全赖川普总统。为什么？因为大家要知道，州的就是地方政府的权力啊，其实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在疫情的抗击当中，必须是什么？必须是州政府跟联邦政府密切配合，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各个州的情况不同，所以各个州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联邦政府只能有一个政策，它不可能有若干个政策，若干政策它没办法执行的。所以联邦政府的政策呢，它没有办法制定一个大一统的政策出来。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我认为大概就是4、6开啊，联邦政府40%的责任，地方政府60%的责任。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在疫情的这个政策上面，它有更大的发言权。联邦政府其实它的责任在什么？在对地方政府的支援上。那么从目前来看，联邦政府在这个领域做错了什么吗？我觉得联邦政府应该没有太多的错误，有一些失误，这个很正常。为什么？不失误那不是神仙，一定会有一些失误的啊。那么地方政府其实他们的责任会更大一点，就是州长的责任更大。所以呢，我是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川普总统这次在找中共的麻烦，你可以把它讲成找中共的麻烦，但是这不仅仅是找中共麻烦的问题，这其实是关乎到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所以川普现在的行为是反映美国的利益的，这个战略是非常正确的，这个选择没有错啊。他背后有没有其他的意图，没有人知道，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他的行为是不是反映了美国的战略利益？我认为川普总统的过去这一周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都是反映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需要这样的战略，所以川普总统这个行为是正确的这个行为是反映了美国需要所以这两者之间你把它变成因果关系当然没有问题你把它建立一个因果关系来解释川普，那可以没问题，那是你的观点。
不是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两者之间可能有关系，但是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结果啊，这是我的看法啊。是不是代表大多数美国民众的观点？我不知道。美国民众有没有把这两件事情变成因果关系呢？我这是第一次，我上次也有人说过这个观点，但是是不是代表美国民众的看法？如果我觉得更多更像什么呢？更像民主党支持者的看法啊。观点的确，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共立场有所软化。昨天看了金灿荣的视频，他说要避免新冷战，这可能表示中共要避免继续激化矛盾。没有避免激化矛盾的问题啊，什么意思呢？你港版国安法已经推行了，你这个战略力已经装到口袋里，然后你就避免刺激激化矛盾，这是不存在的啊！你已经把这件事情把它定性了，就是你过去做的行为已经把这件事情定性了，你再往后退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你也没有退呀，怎么避免激化矛盾呢？不存在这个选项啊，不存在这个选项。观点：中共的战狼外交不会改变，那是那个位置和中共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战狼外交的属性。中国对美政策也不会变。华春莹说的那些话只是桌面上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中共历届政府都说不以美国为对手，但是在执行层面却处处以美国为真想敌，只不过以往比较隐晦，现在放在明面上而已。当然，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是中国的敌人。中共从没见证啊开始就把美国当他的敌人，从见证以后更是如此，这一点从来就没改变，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只是中国政府在外交场合只说中国不把美国作为对手，仅此而已啊，没有。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是中共的敌人，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这一点我们从小都是受这个教育的。他们不仅是这么做，而且在给大家这么洗脑，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公开的秘密，没有人不知道的，只有美国人不知道，中国人都知道，10几亿人都知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说中国会改变战略吗？我不相信。至于说华春莹的话可不可信，当然不可信。中国外交部的话怎么可信？我们今天讲他的话，并不是说我们要相信他的话，我们要分析他的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想说什么，他目的是什么，我们讲的是这个啊。观点：战狼外交实是以我为主，主动出击，大有作为。中国定义，中国标准，中国语言，开创外交新局。以上是习近平全局的巅峰之作，巅峰之篇啊，巅峰之篇。好，提问：王老师，是否公开宣示共产党不可以进入美国，意味着断交？虽然以前有法律存在，但这个时候宣示是否彻底破裂的准备，还是川普打小算盘放风，逼中国给好处？如果是基线施压，这是否玩笑开大了？那签证政策是美国国务院的权限啊，它是个行政权限，它不需要通过立法，这是第一。第二，任何一个国家的签证政策都是它的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够算是他说准备断交啊，他只是设定一个进入美国的获取签证的条件而已，这个并不能够算是断交啊，这第一。第二，川普打小算盘，这已经不是小算盘了，我不觉得他是小算盘，这是开战，这是打仗，
这是在打仗啊，他没有，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中间有什么回旋的余地，都来到这个程度了，没有回旋余地，给好处给不了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和现在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对抗的级别给好处搞不定的，大家明白吗？啊，观点：川普想要中国履行贸易协议很简单，就是下狠手，下的手越狠，中共就越害怕，所以就买的越多，不是这么简单。大家想把事情想简单啊？为什么？川普重视这个中美贸易协议这件事情已经被说破了。谁说破的？博尔顿说破的。博尔顿的新书把这件事情给点破了。这件事被点破之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川普在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不那么容易了，因为会被人讲，他可能会得不偿失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美贸易协议这件事情只能做不能说，不管是中国也好，白宫也好，都是如此。所以呢，我觉得川普会不会继续重视中美贸易协议？会的，但是他不敢把这件事情放到明面上来，他只能讲两句话就算了。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再去做的话，他就算是做对了，也会被人负面化，他没好处，没好的事情他就不能做，所以是这样啊。观点：很多国内自媒体说王先生反川普，您今天讲的对川普评价非常公正，为您点赞。大家喜欢讲客观事实，准备把您推荐给我美国的朋友。有些人讲我是支持川普，有些人讲我是支持民主党，我其实谁都不支持，我只讲政策，我只讲实事求是的讲每一个政府每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政策。如果他不讲政策，我就不评价他。就比如说拜登很少讲政策，所以我基本上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根本很少评价拜登，因为我看不到他的政策。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还是那句话，就事论事，实事求是，这才是一切的基础。选边站没有意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啊。川普总统他做的不对，或者他做的事情超出了我的价值判断，我一样会批评的。我批评川普的时间和我称赞川普的时间，其实大家去往回翻一下是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啊。提问：王老师，如果说港版国安法是压倒中美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中国和伊朗合作是不是打算让中美关系彻底死亡？谢谢。中国跟伊朗的合作当然是缺乏政治意识的一个行为。为什么？就是你想一下，伊核问题对于美国来说啊，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国家安全的国家啊。为什么？因为它是超级大国。那么这个世界上有2个核问题是美国最重视的，第一个就是伊核问题，第二个就是朝核问题。如果中国再跟伊朗合作，那么这2个朝核问题也好，伊核问题也好，都跟中国捆绑在一起。那么如果中国都和这2个核问题捆绑在一起，美国有选择吗？美国就更没有选择，那必须全面对抗。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去做这个动作是缺乏政治意识，完全缺乏政治意识。因为你把美国惹翻了，所有得罪美国的国家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从我们把眼光往前看，一直收到眼前都是如此，无一例外。所以
中国虽然是第2大经济体，但也实力悬殊啊。提问：中共这是萝卜加大棒吗？一方面刚把国安法吃掉了，另外一方面赶紧说软话，继续骗，这不叫萝卜加大棒啊，这不叫萝卜加大棒，这叫什么呢？就是把东西装到口袋里，然后跟你说好话呗，就这个意思啊。情况今天看新闻，湖北恩施洪水受灾也很严重，中共却在各地强拆。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办事处的一片区政府拨款4、5千万用来强拆所谓的违建，好多都是20多年前的老建筑。经济萧条下，南方水灾不救济，却把大把资金用来强拆现有的民生实业，造成大量个体工商户损失和员工失业，这就是赤裸裸的人间恶魔行为。大把资金没有强拆就没有巨贪，所以恶魔不顾民生问题，急于强拆来达到巨贪的目的。它的属性就是这样啊。情况：我家亲戚住在重庆嘉陵江畔，涨水已经上岸，还是上游，现在上游下游同涨的胖风出现，这正是汛期里的大凶啊！如果上下游同时洪峰，那就没办法调控的了啊！情况：加州 CDC 数据造假已经被爆出来，他们多报了10倍。白宫已经报告过，德州的 San Antonio 爆出有3484个病例是假的，是不存在的。大家可以推算美国全国有多少假冒病例。川普政府要求病例数据由自己的管理部门负责，不再由疾控中心负责。为什么呢？这太搞笑了嘛！这是贪污行为吗？要抓吧，应该抓吧啊！如果是贪污行为的话。观点：今天周五约了2个美国同事在户外吃野餐，果然如王先生讲，美国人真不太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我本来以为大学里民主党会很多，不过今天很意外，2位同事认为川普会大胜，他们认为希拉里很腐败，而且这一家子在监狱里死的 Epstein 说不清楚的关系。拜登没那么腐败，不过他们认为拜登老年痴呆，主张的治国政策不清晰。看来美国沉默的支持者还是真的很多。OK， 情况：我每天固定是台湾时间凌晨5点听录播，之前的流量都固定在6万上下，只要王先生说有流量限制那天，流量通常只有3万，每次都被腰斩，就是这样。就是平台经常这样对待我，就是这样。提问：王先生对江泽民怎么评价？似乎很少听您提及他，谢谢。其实江泽民我说的很多啊，我讲过江泽民，讲过朱镕基啊，但是好像是我印象中是在会员节目里面谈到的啊。江泽民怎么评价？江泽民是一个，我以前认为江泽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啊，因为他64接棒，然后要过渡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他应该理论上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但是在江泽民的治下，其实中国做了一系列的改革啊，所以其实在江泽民和朱镕基的时代，他们2个人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样貌啊，就是这基础是他们打下来的啊，就是说朱镕基和江泽民啊，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建立起来了，这是在他们2个人建立的啊，后面的都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毫无疑问啊，这2个人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非常的大，就是江泽民跟朱镕基啊。那么其他的当然也有很多的情况，很具体的情况我们就不在这里具体说了，好吗？如果对江泽民的评价，我就是一条，只评价这一条，就是他建立了中国经济市场的经济基础，是他打下来的。OK，
提问：很多地方的商家都支持微信支付，比如加拿大、日本、台湾等，这对当地经济和中国经济有怎样的影响？游客啊，就是多游客啊，主要是旅游业的影响嘛啊。情况，王老师，日本新闻，中国政府通过媒体喊话日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哪个？选择正义的话，就应该选择中国，远离美国。我老公是日本人，看了这条新闻，他说太搞笑了，中国政府是最黑暗的，完全没有正义可言。这个话问日本人的话，95%都会选边站美国。他说中国政府笨死了，居然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哈哈哈。谁喊话？中国政府喊话，喊这个话。好，明谢。何霞，谢谢，非常感谢。关于王老师说平台吸粉的行为，我今天把我的 YouTube 账号所有的通知都统计了一下，我几乎是找不到哪天提醒过我2次的，要么提醒1次，要么就没有提醒。就像今天，我很确定睡觉前点亮了所有小铃铛，而且电脑都没关，到目前为止只收到1次直播通知。我愿意为以上的每一个字承担责任。希望 YouTube 平台能够不要再助纣为虐。还有就是有些自媒体都是些张牙舞爪、满嘴脏话的视频节目，总是出现在首页推荐的视频里，这难道不是助纣为虐的一种行为吗？是的啊 ，YouTube 陈 Claudia 谢谢啊，请王先生继续加油，我会的。南元风 Hiroko 谢谢。阮光能，谢谢Bill 曹 Bill， 谢谢丁 Tracy，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谢谢谢谢Kit T Cham， 谢谢明曹，谢谢东 Simon，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Law in Law， 谢谢王老师的优质节目，让我们多了共同话题，母女关系走近，请你喝奶茶，谢谢Tabitha Shi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记得点赞，谢谢。还有王立虎，老王立虎，谢谢。好，再见，谢谢。